穿越成80年代一个8岁的小屁孩，没想到老爹是个陈世美，抛下农村的老婆孩子在城里享福，而老妈却要为丈夫照顾恶毒的婆母，供养白眼狼弟弟妹妹。长生刚穿越过来，就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简陋的小床上，头上还包着脏兮兮的布条。长生顺着打骂声看去，只见一个恶狠狠的老太太，一手叉着腰，一手拿着扫帚，狠狠地朝着地上的女人抽去。喊什么喊？让外边的人听到，还以为娘虐待你呢。娘，再打一会儿就行了，可别把她打坏了。我还等着她用那匹新布给我做身新衣裳呢。过2日我就要去相亲了，万一新衣服没做出来，那可怎么办？眼看老太太越打越狠，长生不由得挣扎起身，声音沙哑地喊道：“水，我要喝水。”听到长生的声音，被打的女人连忙扑到床前，小心翼翼地打量了一番，这才开心地小跑去打水了。待众人都离开后，长生才重新躺回床上。系统传下剧情：原主王长生，其父亲王国庆是个土生土长的村里汉子，因为家境贫寒，所以便娶了邻村无父无母的孤女，省下了一笔彩礼供养弟妹。新媳妇手脚勤快，嫁进来以后，上边侍奉婆婆，下边照顾弟妹。第2年又给家里添了个大胖小子，也就是原主王长生。但是原主出生后没多久，村里突然得到了几个大学的名额，因为原主的母亲曾经救过村长一命，所以其中一个名额便落到了老爹王国庆的身上。结果王国庆去外地读大学后便杳无音讯，于是没了大儿子的王老太太便将所有怒全都撒在了大儿媳身上。原主的亲妈就在这样打骂的环境中，既要替丈夫孝顺婆母，又要替丈夫供养弟妹，还要拉扯长生长大。最后终于在原主初中毕业那年，一病不起，撒手人寰。临走之际，原主的亲妈留下了一笔私房钱给原主，让他留着日后娶媳妇，结果却全被女主张招娣骗走了。后来原主的叔叔王国兴便生了场重病，需要原主捐颗肾脏给他。面对着叔叔、姑姑以及奶奶的恳求，原主只能妥协，捐出了自己的肾脏。可手术过后，原主却意外得知自己的肾脏根本就没有捐给自己的叔叔，而是捐给了一个叫王远山的人。于是原主直接跑到了王远山的病房，却没想到自己的叔叔、姑姑、奶奶全都笑意盈盈地围着他，对着他嘘寒问暖。直到这一刻，长生才知道自己与母亲的这一生就是一场笑话。原主的父亲王国庆就是个陈世美，上大学后他又在城里找了一个富家女结婚生子，而这王远山就是他在城里的儿子。这一切的一切，王家人全都知道，被蒙在鼓里的只有原主和他的母亲。而且王国庆每年都会寄钱给家里，全都被王老太太私下补贴给了小儿子和女儿，转头又继续压榨着原主的母亲，这才让原主母亲积劳成疾，早早的便离开了人世。长生得知真相以后，想要和王家人讨个公道，结果意外扯到了伤口，后续王家人又不及时给他治疗，就那样让他病死在了医院之中。事后王家人甚至还讹了医院一笔钱，用来给自家的大孙子王远山补身体。好，这就是2只肥羊掉到了白眼狼堆里，那咱们就好好的玩。就在长生接收完所有记忆以后，他的母亲顾小翠拿着水碗走了进来。长生，水温正好，你快点喝吧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头还疼不？娘，我没事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长生，你和娘说你怎么跑到村西头去了？老赵家说丢了东西，你看到小偷了吗？儿子本来是出去挖野菜的，结果被老赵家的人拎了回来，头上还流着血，这可把顾小翠吓得够呛。我原本是在村外挖野菜的，可看到小叔鬼鬼祟祟地朝着村西而去，我一时好奇便跟了上去，结果刚走到老赵家附近，就看见小叔慌慌张张地钻进了玉米地里。之后老赵家大喊捉贼，扔出来的大石头砸到了我，后面的我就不知道了。听完长生的话，顾小翠的脸上也带着几分怒意。她嫁进这个家里快10年了，小姑子、小叔子是什么人，她一清二楚。长生，别怕，你放心，娘一定给你讨一个公道回来。长生闻言连忙摇了摇头，娘，我已经长大了，这是我的事，我自己会看着办的。你才8岁，哪里长大了？真的娘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等着我自己来就好。看着自家儿子坚定的表情，顾小翠露出了一个欣慰的笑容。好，娘等着你自己给自己讨公道。马上到午饭的时间了，娘也会从你奶奶要几个鸡蛋，好好的给你补一补。顾小翠知道，因为自己儿子受伤，婆婆从老赵家那讹来了20个鸡蛋，虽然不会全落到儿子嘴里，但吃点鸡蛋补补也是理所应当的。王国庆还活着的事是一定要告诉顾小翠的，只不过顾小翠心思直，现在告诉她，万一藏不住闹开了，可就没什么玩的了。现在先给王国兴添点堵。这么想着，长生直接翻身下了床。长生，你下地做什么？好好在床上歇着。我挖的半筐野菜不知道丢到哪去了，我出去找一找，若是把筐弄丢了，奶奶又该生气了。可你这还带着伤呢，要不娘陪你去？不用了，娘，我没事，很快就回来。那行，你也别着急，慢慢的找，若是找不到，就早点回来。我知道了。说完，长生慢悠悠地出了家门，找到自己的半筐野菜后，长生又绕了一大圈，特意从村长家的门前而过。村长正在门口乘凉呢，看着长生过来，立刻开口招呼他进院子。今天的事，村长也听说了，不过若说长生偷东西，那村长是绝对不会信的。村长曾在下雨时去检查河岸，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，幸好路过的顾小翠及时用树枝将他拉了上来，不然他早就没命了。为了报恩，他这才将上大学的名额给了王国庆，结果没想到反而弄巧成拙，让顾小翠的日子更加难过。头上的伤怎么样了？还疼不疼？孙爷爷，我的伤没什么事儿，不疼了。
来，你和孙爷爷说说今天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会跑到村西头去？老赵家住在村子的西头，很少有人往那边去。长生抿了抿唇，脸上适时的露出了几分纠结。长生啊，你别怕，有什么事就跟孙爷爷说，孙爷爷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是我小叔，我今天好像看到我小叔从赵家跑出来，随后钻进玉米地里去了。可还没等我看清楚，头上便挨了石头。是王国兴。因为王老太一直在外散播他家儿女的好名声，久而久之，老村长也对王国兴这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有着几分好印象。自家女儿好像在和王国兴谈对象，现在看来这事还得好好斟酌一下。眼看老村长陷入了沉思之中，长生这才低低的开了口：“孙爷爷，我回家了，要是回去晚了，奶奶又该打我娘了。”长生，你是说你奶奶在家总打你娘吗？孙爷爷，这事儿你不要告诉别人好吗？要是让奶奶知道我把这件事说出去了，她会打死我和我娘的。看着长生眼中的惊恐，老村长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那个王老婆子竟然是这样表里不一的人，之前她还过来和自家婆子闲聊过，说是自家闺女嫁过去后，她一定当亲姑娘对待。眼下看来，那王家就是个火坑，一定要让自家闺女离她远一点。看着老村长眼中的坚定，长生满意的在心里给自己点了个赞。原剧情中，老村长的小女儿就是嫁给了王国兴，王国兴凭借着村长女婿的名头捞了不少好处。后来国家允许个人经营后，老村长更是拿出了家里全部的积蓄，支持王国兴做生意。可王国兴在赚了钱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和老村长的闺女离了婚，然后在城里嫂子的介绍下，娶了一个机关干部的女儿，幸福美满的过完了一生。孙爷爷，那我回家了。你先回去吧，得了空再到孙爷爷家玩。长生点头应是后，才慢悠悠的朝家中走去。结果刚进入院中，就听到房间里传来打骂声。娘，打一会就行了，一会还要让他帮我量尺寸呢，得赶紧把我的衣服给做出来。王老太又在偷偷打顾小翠，原因就是顾小翠想用鸡蛋给长生补身体。对了，娘，一会妹妹做衣服，若是剩下布料，你让嫂子做复鞋面，我要拿去送人。长生听到对话，并没有直接进屋，而是转头到了厨房，随后才回到正屋门口。哎呀，我的天，吓死老娘了！你这个糟温的小兔崽子，是想吓死老娘不成？鬼叫什么？这不还没吓死呢吗？长生，快跑！你竟然敢打我！王长生，你是疯了吗？你也给我闭嘴！王老太见状怒了，嘴唇刚动了动，长生的耳光就落在了他的脸上。小兔崽子，我可什么都没说啊！我不像你那么偏心，厚此薄彼，他们有的，你当然也要有了。我可是你的奶奶，那是你的叔叔和姑姑，你敢打我，你这丧天良的小兔崽子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你们都不怕遭报应，我怕什么？老天爷就算用雷劈，也得先劈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顾小翠，这是不是你挑唆的啊？你害了我儿子还不够，现在又挑唆我的孙子目无长辈，你是非要害了我王家满门才满意吗？我到底是做了什么孽，才将你这个扫把星娶回家？国庆啊，你现在生死未卜，你媳妇就这样糟践我，让人羞辱成这样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倒不如直接嘎了，好为你这狠毒的婆娘腾地方。顾小翠刚想说话，却被长生一把拦住。奶奶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啊？我是您的晚辈，当然要孝敬您了。您老人家要真的活不下去了，那也别勉强，我这就送您一程。长生，你可别冲动，伤人是犯法的。顾小翠的话成功让长生的手顿了顿，眼见如此情况，王老太瞬间又有了底气。知道怕就好，小兔崽子，看你是真疯了，小小年纪竟然想要嘎人！我告诉你，明天我就去找警察，让他们把你抓起来，毙了你！呵呵，老太太，你放心，今天别说我把你嘎了，就是把你们全部都嘎了，花生米也打不到我的身上。你别忘了，我才8岁，嘎了你们，只要取得家属的谅解，或许连进去都不用进去。娘，我把他们都嘎了，你就是唯一的亲属，你会谅解我的，对吧？顾小翠没有多想，只是下意识的点了点头。王老太见状，心中的恐慌更甚，连忙哆哆嗦嗦的又后退了几步，这才强挤出一抹笑容，安抚道：“别闹了，宝我，我可是你的奶奶，奶奶最疼你了，不就是几个鸡蛋吗？奶奶这就去给你拿。可我不想吃鸡蛋。”奶奶就知道宝儿是个听话懂事的孩子，怎么会馋奶奶的鸡蛋呢？这肯定是你娘在这胡搅蛮缠。一会啊，奶奶给你熬大茶粥，在里面放几个土豆，软乎乎的，可好吃了。我也不想吃大茶粥，奶奶你可是最疼我了，我想吃鸡你肯定不会拒绝的，对不对？家里的鸡都是长生喂养的，可到最后却连吃个鸡蛋都费劲，这个家他是待不了多久了，所以想在临走之前把该吃的都吃了。什么？想吃鸡？听到杀鸡，王老太瞬间变了脸色，刚想开口咒骂，可看到了长生手中的菜刀，也只能强压怒气说道：“宝儿啊，家里就只有2只鸡，一只等你叔叔订婚的时候要用，至于另一只鸡，你姑姑也要相信了。宝儿这么懂事，一定不会让奶奶为难的，对不对？”奶奶说的对。奶奶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为难的。等我嘎了小叔，他就不用订婚了，那我们不就可以吃鸡了？等等，吃鸡，我现在就去给你做。呵呵，我就知道奶奶对我最好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
快去啊！再晚一会儿，你都把我叔饿死了。王老太哆哆嗦嗦的来到院子，有心想要出去求救，可想到房中自己的一双儿女，最终只能无奈的前往鸡圈。娘，奶特意给咱们做的鸡，你快点做呀！别怕，手滑了，别客气，都坐下吃呀。不用了，我们不饿，你们先吃吧。长生也不理会他们，直接给顾小翠夹了一个大鸡腿，自己也埋头吃了起来。原身从小到大，只有过年那一天才能从王家人口中得到几块鸡肋骨上的肉，勉强尝尝味道。而顾小翠更是自从嫁进了王家，连鸡蛋都没吃过几次。那只小鸡本就不算太大，母子二人此刻放开了肚皮，直接将鸡肉吃了个七七八八，看得一旁的王家人揪心不已。哼！站住！你要去哪？我去找村长去，叫村里人看看这个兔崽子，简直无法无天，不给他点颜色瞧瞧，他真当咱们3个好欺负。你这样闹出去，家里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今天王老太算是看出来了，长生这个小兔崽子心狠着呢。万一将村长他们叫过来后，那个小兔崽子在全村人面前乱说话，那岂不是将他在外人面前塑造的好形象全毁了？那就把他们娘俩分出去，不然的话，天天这样闹，谁受得了啊？分什么分？这可是2个县城的劳动力，你们是不是傻？而且若是把他俩分出去了，是不是还要给他们分家当啊？凭什么给他们分东西啊？我要让他们净身出户。你这样一搞，我们王家人在村里成什么了？你大哥去城里以后，顾小翠一直在帮我拉扯你们，现在你们长大了，就把顾小翠赶出去，你们还要不要脸了？而且，如果我们这么做了，村长还能把闺女嫁给你吗？还有你还能相到好对象吗？听了王老太的话，王彩霞与王国兴对视一眼，彼此都不作声了。这样吧，现在先忍他们一阵子，等你们都成了家，不用再担心名声的时候，咱们再好好治治那娘俩，一定要让他们后悔今天的所作所为。宝儿，你跟娘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娘，你相信我，再等几天我就告诉你。看着儿子坚定的眼神，顾小翠还是选择了相信。因为长生闹的这一场，老太太的嚣张气焰收敛了不少。这几天不但没有再打骂顾小翠，就连家务活也帮顾小翠分担了许多。而王国兴在长生发疯过后，就很少在家了。小王啊，又来这等孙老师呢？呵呵，是啊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想你了就过来看看你。这样难为情的话，你怎么张嘴就来呀？平平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一定会娶你的。听到王国兴的话，孙平平一时有些为难，最后还是抿着唇询问道：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得罪了我爸？他有些不同意我和你在一起。呵呵，你别担心，在叔叔眼中，我就是一只拱白菜的猪，他能喜欢我就怪了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王国兴一路甜言蜜语，将孙平平哄得心花怒放，直到了孙家门口，看到村长横眉冷对的一瞬间，二人才如同泄了气的球一般，一个匆匆回家，一个匆匆离去。眼见时间还早，王国兴也没有回家，而是逼着村里人来到村角，见四周无人后，便翻墙进了一户人家。而此时的村长家里正爆发着激烈的争吵。爸，你不要听别人乱说，就对国兴心存偏见。国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。我是你爸，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。我告诉你，那小子肯定不是好东西。我说不同意你们在一起，就是不同意。爸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你简直不可理喻。村长媳妇见状叹息一声，连忙追了出去。二人刚跑没多远，便看见一伙村民气势汹汹地朝着村角而去。长生，前面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但听他们说，好像是要去捉奸。长生等了几天，才再次看到王国兴进了刘寡妇的院子，于是算着时间，慢悠悠地朝着刘寡妇的婆家走去。刘寡妇与婆家都在一个村里，因为公公尚在，不方便在一个院里生活，于是便将大房子留给刘寡妇和2个孙子居住，婆婆公公则搬去了小儿子家生活。刘家小儿媳一边做着饭，一边生的怒气。刘根柱猜到媳妇因为什么不高兴，于是安抚道：大嫂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不容易，今天是身体不舒服才将孩子送过来了。大哥去得早，我这个当叔叔的不得多照应一下吗？哼，不容易，怎么个不容易了？田里的地是你和二哥帮他耕好的，家里的菜园子是我和二嫂去帮他种的，每年家里的粮食都会分给他，爹娘还经常私下里给他补贴。现在倒好了，连孩子也不想带了。他要是不容易，那我这日子还能过吗？自从大哥走了以后，大嫂便一直帮他守着，冲着这份心意，咱们也不能亏待了人家，不是？刘根柱知道媳妇说的都是实话，可就冲着大嫂没有改嫁这一点，他们刘家就得念大嫂的好。刘家老2口正坐在院中编着竹筐，小孙子却匆匆跑了过来，奶声奶气地询问道：奶奶，啥叫偷人呐？像我去厨房里偷糖一样吗？乖孙儿，这话可不能乱讲，谁和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？小孙子皱眉想了想，半天也没想起来刚才是谁和他讲了话，只是露出了一排小牙，笑着道：刚刚有人跟我讲的，他说我大伯娘在家里偷人。小孙子的话让老2口都是一惊，无风不起浪，外边流言四起，一向都是当事人最后才能听到消息，如今风声已经传到了他们耳边，想必全村人都已经知道了。
哼，这个无耻的东西，我们可从来没有阻止过她改嫁啊！是她一直哭哭啼啼的说放不下她丈夫，又舍不得2个孩子，要为刘家守着。我们家也没有对不起她，结果她就是这样守着的。跟住，你去把你二哥喊来，我们一起去瞧一瞧你大嫂到底病成什么样了。于是刘家二老带着2个儿子儿媳，又叫了自家的亲戚，风风火火地朝着刘寡妇那里而去。孙奶奶，他们去了好多人，会不会出事呀？我们要不要也过去瞧一瞧？长生啊，你去孙奶奶家，将这事告诉你孙爷爷好不好？长生也没说什么，只是乖巧地点了点头，随后便朝着村长家而去。村长媳妇本想把自家闺女也打发回去，可看到闺女那充满好奇的小眼神，就知道她肯定不会老实回去，于是只能带着她去劝架。到了刘寡妇家后，村长媳妇连忙上前询问情况，刘老太也只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开始诉苦。爸怎么还不来啊？爸一直说王国兴不是个好东西，可国兴又没做过什么错事，若王国兴都不是好东西，那屋里这个又算什么？就在孙萍萍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村长走了进来。别打了，再打就出人命了，先把人带出来问问什么情况再说。哎呦！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现在知道遮脸了，干那些糟烂事的时候想什么了？还有这个混账野男人，把他的脸搬过来，让我瞧瞧这个野汉子是谁。王国兴，萍萍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孙萍萍气得面色涨红，有心上前甩王国兴一个耳光，却怕脏了自己的手，只能咬着牙，一手捂脸痛哭着离开了。哼！村长，是这刘寡妇主动勾引我的，我只是一时被她迷惑了，走错了路而已。眼下这么多村民都看着，若是不将自己摘出来，那自己可就全完了。呸！明明是你强迫我的，爹娘，是这王国兴突然闯进院子强迫我的，你们要给我做主啊！刘寡妇与王国兴是同样的想法，此事一出，王国兴顶多戴上一顶风流的帽子，可自己的名声就彻底臭了，如今只能想办法将自己摘出来。你放屁！是真的，爹娘，村长，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，所以便在家中午睡，谁知道这王国兴突然闯进来，把我给糟蹋了，我现在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不如死了干净。一边说着，刘寡妇一边假装要去撞墙。眼看刘家人看向自己的目光越来越不善，王国兴咬着牙，只得将自己与刘寡妇那些糟烂事都说了出来。刘寡妇，你可别在这血口喷人，咱俩好的可不止这一次，不信你们上屋里去翻翻，他的衣柜里还放着我的衣服呢。老刘家，这事儿你们打算怎么处理？冤有头债有主，当然是去王家讨个公道。听到刘老太的话，村长也松了一口气，看来刘家是没想将这事闹大，若是刘家铁了心的要报警，那王国兴没准得送进去吃花生米，流氓罪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行，那就去老王家看看王老太怎么说。于是刘家兄弟一左一右架着王国兴，如同游街示众一般，朝着王家走去。王家刚刚吃过午饭的王老太正在屋里数着自己的私房钱，这里面有他多年攒下的，也有上次进城时大儿子偷偷塞给他的，几乎存了1000块。现在农村娶个新媳妇儿，彩礼也不过100来块，家庭条件好的也超不过300。这笔钱给小儿子娶媳妇简直是绰绰有余了。等把孙萍萍娶回来，来年再添个大胖孙子，这样的话自己就不用再跑到市里看孙子了。想到这，王老太差点乐出了声，结果下一秒就传来大门被人踢开的声音。我的儿，你这是咋啊？你这个不要脸的，生出这么个不要脸的东西，我打死你们！刘老太太一边骂一边疯狂地朝着王老太太的身上打去，直到刘老太太打累了，村民们这才七嘴八舌地告诉了王老太前因后果。一瞬间，王老太感觉天都塌了。现在事情已经成这样了，先想想怎么解决吧。错是你王家人闯下的，现在有2条路，要么把王国兴交给刘家人处置，要么你王家就拿出赔偿的态度。叫王老太把儿子交出去，他做不到，无奈只能选择了赔偿。经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，最后赔偿了刘家人150块。拿出这笔钱的时候，王老太哭的眼睛都快瞎了。刘家人拿到赔偿后，这才气势汹汹地离开了。至于刘寡妇会遭遇什么样的事，现在的王国兴压根没有心情去管。等人全都走光了以后，王国兴才感受到腿上传来剧痛。村里的大夫一看，确认了王国兴的腿是被打断了。王国兴躺在炕上鬼哭狼嚎的接骨，而他的相好刘寡妇此刻也不好过，被刘家的几个妇人暴打一顿后，刘寡妇被净身出户赶出了家门。无论刘寡妇跪在门前如何的哭喊求饶，也没有哭软刘家人的心。就在刘寡妇心中绝望的时候，长生偷偷来到了他身边。以后我可怎么办啊？你可以去找我小叔啊。听他们说你是我小叔的相好，那你以后要给我做小什么？对呀，是王国兴把我害成这样的，他得赔偿我。如果他不负责的话，我就去告他，让他吃花生米。长生啊，谢谢你。送走了村中的大夫后，王老太准备煮个鸡蛋来给儿子补一补，却看见刘寡妇走了过来。娘，
你个不要脸的，谁是你娘？王老太比刘寡妇大不了几岁，二人同村又同为寡妇，之前一直是姐妹相称，现在居然厚颜无耻的叫自己娘。你当然是我娘了，我和国兴也算是半个夫妻，跟着他叫您一声娘也是理所应当的。娘。你个不要脸的，不许你这么叫我，还半个夫妻！我告诉你，只要我还喘着气，你就别想和我家国兴有什么关系。若不是这个刘寡妇，自家儿子就要娶村长女儿了，现在到嘴的鸭子飞了不说，连儿子的名声都坏了。我和国兴的事，您说了可不算，娶不娶我还得让他自己说。眼看着王老太油盐不进，刘寡妇直接站了起来，直奔王国兴的屋子而去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当然是来嫁给你呀。嫁给我？你想得美，咱俩之间就是玩玩而已，我是不会娶你的。王国兴现在连看他一眼都觉得晦气，原来的小甜甜此刻也变成了牛夫人。不想娶我那也成，反正现在刘家已经把我赶了出来，你要是不娶我，我也活不下去了。现在我就去公安局告你，死也要拉你垫背。等等，呵呵，要么你就娶了我，咱们两个一起活；要么你不娶我，咱们两个就一起死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娶，我娶还不行吗？娶也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娶的，那咱们就谈谈彩礼的事吧。哼，你这个不要脸的还敢要彩礼？我家能娶你进门已经是让你烧高香了，彩礼你想都不要想。看来你们家是不想结啊，那我也不勉强。娘，我们给还不行吗？没有办法，事关自家儿子的安危，王老太只能妥协，拿出了100块作为彩礼交给了刘寡妇。嘿嘿，娘，我也不是个不通情理的媳妇，眼下家里都不富裕，酒席什么的，你们想办就办，不想办我也不勉强。但是有一点，一定要领证。他与刘老大就是没领证，结果才被人净身出户赶了出来。现在吃一堑长一智，自然要活学活用。好，你要领那就领。刘寡妇急匆匆地叫来了一辆驴车，将腿上未愈的王国兴放到车上，拉到镇里打了结婚证。第二天一早，王老太便气冲冲地敲响王国兴的房门，喊刘寡妇出来做饭。娘，一大早的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呀？做什么？当然是叫你起来做饭。你又不是第一次嫁人了，新媳妇的规矩不懂吗？新媳妇又怎么了？难不成王国兴没娶媳妇之前，你们全家都不吃饭不成？以前怎么过，现在就怎么过。再说了，小妹不也快要相亲了吗？现在正是锻炼她的好时候，不然嫁到婆家，万一遇到您这样一个婆婆，吃亏的还是小妹呢。就是啊，娘，小妹不是闲着吗？叫小妹去做，别什么事都喊芳芳。昨天领证的时候，王国兴确实是不情不愿，可想到昨天晚上，王国兴又觉得这婚事不错。刘寡妇，你自己懒就说你自己懒，扯我做什么？呵呵，你说我懒，那之前连洗脸水都要别人端到床边的你，又算什么？以前不说你，是给你留2分脸面，你若是给脸不要脸，那我就出去帮你好好宣传宣传。想像拿捏顾小翠一样拿捏我，你还嫩着呢。娘，你看他，过几天我还要相亲呢。若是这个刘寡妇真的出去乱说，那可怎么办？唉。王彩霞如同之前的王国兴一般，在这个家里是一时半刻也待不下去了。每天吃过早饭就到后山闲溜达，结果今天却遇上了舔狗李正国。彩霞，你怎么到这来了？是来找我的吗？我本来还打算下午去找你呢，我都好几天没看到你了。别去我家，我家里最近乱糟糟的，去了烦心。可是彩霞，咱俩的事也不能一直这样瞒着呀。在李正国心里，他都已经跟王彩霞好了1年了，却始终没有上过门，这样终归是不太好。咱俩的事，咱俩什么事啊？你不是答应过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好好考虑的吗？行，那好吧。王彩霞百无聊赖的四下扫了扫，结果发现了李正国竹筐里的山货。这是什么啊？哦，是我妈晒的蘑菇，让我给宝华送去一些，你吃不吃？下次我让我妈也给你晒一些。李正国口中的宝华是村里的教师张宝华，与李正国家有亲戚。王彩霞的眼珠转了转，随后轻声开口道：“你在这忙着吧，东西我帮你送过去，不然等你忙完，天都要黑了。”那也行，就是辛苦你了。没什么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也想帮帮你。于是王彩霞带着山货，风风火火地向着学校走去。彩霞，你怎么来了？想你了呗，就过来看看你。我也想你了，但你又不让我去你家，所以想也只能忍着。哼，你急什么呀？你不是答应我会给我时间慢慢考虑的吗？等我考虑好了，自然会给你一个答案的。看到心上人有些不高兴，张宝华也没有开口再催，只是拿出了家里寄过来的饼干糖果，一股脑的塞进了王彩霞的手中。你不是吃小零嘴吗？这些都带回去吃吧，等下次家里人给我寄来，我还给你留着。王彩霞将零食都揣进兜里，随后不经意的扫过张宝华的桌子，看到了上边的几本书。你要去镇上还书吗？
是啊，原本打算要去的，但这几日学校太忙，一时走不开。我已经和建军打过招呼了，过2天再送去给他。宋建军是张宝华的同学，不过因为家里有些人脉，便将宋建军留在了镇上的图书馆上班，不像张宝华无权无势，只能到农村中来。那多麻烦呀！正好明天我要去镇上给我哥买药，要不我就拿过去帮你还给建军吧。那多麻烦你啊！有什么麻烦的？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也想帮帮你。二人又闲聊了几句，王彩霞这才抱着书离开了。第2日一大早，王彩霞便借着替王国兴买药的由头，抱着书去了镇上的图书馆。建军，彩霞，你怎么来了？这2天你怎么没有给我写信呀？亏我还天天等着邮差来呢。我家里这2天出了点事，所以才没有给你写信。你就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看着王彩霞撒娇卖乖，宋建军刚刚升起的几分怒气瞬间消散了。你去那边等我一会，中午我带你去国营饭店吃红烧肉。午休时分，宋建国不但带着王彩霞吃了红烧肉，还拿出了一个发夹送给她。看着王彩霞高兴的样子，宋建军这才试探的询问道：“彩霞，咱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什么时候方便带我去你家里拜访一下长辈啊？”你急什么呀？再等等吗？我现在年纪还小，等时候到了，自然会叫你去的。听到心上人这样说，宋建军虽然有些心急，却还是决定再给心上人一些时间。王彩霞与李正国是同村一起长大，通过李正国认识了张宝华，又通过张宝华认识了宋建军。每一个新人都是高出过去一个层面的，所以王彩霞还想再等等，再挑挑，万一有更好的呢？结果回家后，还真让王彩霞遇到个更好的，就是之前一直说要相亲的那个军人。媒人还没有听说过王家的糟心事，看到王彩霞那张漂亮的小脸，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将相亲的日子定在了本月的16号。送走了媒人以后，王彩霞便在家中做起了衣服。大嫂指不上了，二嫂她又不敢叫，只能一切都靠自己。这一忙就是好几天，宋建军几天都没有收到王彩霞的消息，于是便请了1天假来到了村里，借口探望张宝华，实则想看看心上人。张宝华也想念王彩霞，所以带着宋建军向李正国家走去，想着李家与王家隔得不远，没准还能看看心上人。王老太太气急败坏地从小儿子的房中出来，她不过是想让刘寡妇出来帮自己干点活，结果就被自家儿子好一顿抱怨，还说什么新媳妇年纪小不懂事。那刘寡妇就比我小4、5岁，有什么不懂的？不过是娶了媳妇忘了娘罢了。呸！等着吧，等彩霞的婚事谈妥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这2个败家媳妇。彩霞，你去割点肥肉回来，熬点油过2天相亲用。就这2步路，你自己就去了，干嘛总叫我？没看见我正忙着呢吗？奶，我替你去吧。王老太心中有些狐疑，上下打量了一番长生，看他眼中满是诚恳，王老太这才安心了几分。你先去割肉吧，和那赵屠夫说，钱我下次给他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别忘了挑些肥的，别让人把你糊弄了。知道了。长生按照王老太的话，先去买了熬油用的肥肉，这才拎着肉绕了一圈，特意从李家门口路过。长生，进来！怎么突然割了这么多肉啊？家里来客人了吗？现在是没有客人，但过几天就有了。李正国对着另外2个人介绍了一下长生的身份，得知是心上人的亲侄子，二人的面色瞬间亲切了几分，纷纷拿出了小零食塞到长生手里。长生也毫不客气，将所有的东西都揣在兜里，这才在3人好奇的目光中说道：“我姑姑说了，这个月16号是个好日子，或许她的真命天子会在这一天上门。”听到长生的话，3个男人的目光同时一亮。李家与王家距离不算太远，或许是心上人刚刚看到了自己的到来，所以特意派自家的侄子来说这番话，隐晦的给自己带来了暗示。我先回去了，我奶还等着这肉熬荤油呢。16号那天若是有人上门，估计能有不少好东西吃呢。转眼就到了16号这天，王彩霞一大早便起床开始收拾自己。大概上午9点，邻村的媒婆便带着一对母子进了王家。长生透过窗子好奇地看了一眼，确实是上辈子他的第一个姑父。这人名叫孙卫东，原剧情中就是他娶到了王彩霞。退伍之后，孙卫东分配到了镇上的公安局里工作。王彩霞借着孙卫东的身份，没少收取别人送的礼物。后来东窗事发的时候，王彩霞已经踩着孙卫东认识了更高层面的人物，不但让自己成功脱身，还在与孙卫东离婚之后嫁给了更好的人家。在看到王彩霞的一瞬间，孙卫东的眼睛就亮了，但孙卫东的母亲却微微皱了皱眉。自家儿子常年在外，王彩霞长得这么漂亮，孙卫东的母亲怕他守不住。媒婆一眼就看出了孙卫东母亲的担忧，连忙将2位长辈叫到院中闲聊。老姐姐，你是不了解这王家的情况。王大姐丈夫走了15、16年了，王大姐就一直帮他守着，从来没有再找的心思。他家大儿媳也是，大儿子失踪了6、7年，大儿媳也是忠贞不二，这样的家庭家风，您就放心吧。听到媒婆的话，孙卫东的母亲看了看王老太，又看了看顾小翠，心中的担忧这才消散了几分。房间里的孙卫东与王彩霞也聊得很投缘，王彩霞心思活络，不然也不会脚踏几条船，都安安稳稳的。呵呵，不过是个愣头青而已，拿下你简直是易如反掌。就在屋里屋外全都其乐融融之时，王家的大门口突然出现了一道人影。李家兄弟来了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李正国闻言挠了挠头，黝黑的脸上闪过一抹不自在，最后咬了咬牙，朝着王老太走去。李小子，你这是干什么来了？大娘，其实我和彩霞已经好了很久了。此话一出，瞬间将王老太雷得外焦里嫩。
看到身边孙卫东母亲黑下来的面色后，王老太当即开口咒骂道：“你小子，大娘平时也没有得罪你吧？你怎么能胡说八道，破坏我女儿的名声啊？”大娘，我真的跟彩霞好很久了，一直没来上门，是我的不对，你就看在我对彩霞一片真心的份上，原谅我一次吧。你给我闭嘴！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败坏我女儿的名声，我就和你拼命！你赶快给我滚！院内的动静很快便传到了屋里，孙卫东与王彩霞闻声便出门查看情况。李正国，你在这里闹什么？彩霞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说我是你的男朋友，大娘一直不相信。李正国，我一直都拿你当哥哥看而已，今天是我的好日子，你怎么能跑到这来闹事呢？哥哥，彩霞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会是哥哥呢？李正国，感情的事不能勉强，我已经有心上人了，你走吧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李正国还有些发懵，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。媒婆看着孙卫东母子有些不善的面色，连忙开口缓和道：“一家有女百家求，彩霞又漂亮又能干，有小伙子喜欢她也很正常，说清楚就好了，别被不相干的人影响了你们。”听到媒婆的话，孙卫东母子的脸色缓和了几分。孙卫东正想上前帮王彩霞说话，震慑一下这个李正国，结果门口又走进来了一个男人。伯母您好，我是学校里的小学老师张宝华，我和彩霞已经在一起很久了，这么晚才来拜访是我的不对，请伯母见谅。一瞬间，空气都仿佛凝固住了。张宝华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谁和你在一起了？这些男人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好了要瞒着我们的关系吗？不是说好了不来我家吗？今天是怎么了？彩霞，你怎么了？我们手也牵了，抱也抱了，我家里寄来的好吃的都给你吃了，这还不算在一起吗？听到张宝华的话，孙卫东母亲的脸瞬间比锅底还黑，转身就要离去，却被王老太拦住。亲家，这一定是个误会。什么亲家啊？谁是你的亲家啊？孙卫东的母亲气愤的刚想开口责骂，王家的大门口又出现了一道身影，看着满院的人，宋建军疑惑的同时，也来到了王老太面前。伯母您好，我叫宋建军，是你女儿王彩霞的男朋友。宋建军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来的不是时候吗？建军，你上次说正在处的对象就是王彩霞吗？自从那次你带着彩霞去了我的图书馆，不久后我们就开始处对象了。宝华，你上次说正在处的对象也是王彩霞吗？自从那次你带彩霞去我的学校后，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处对象了。听到李正国与张宝华的话，宋建军环视了一圈院中人的神色，迅速的反应过来现在的情况。李正国，上次你说处了很久的对象也是王彩霞吗？是王彩霞，就是王彩霞，我们的对象都是王彩霞。几个人说清楚后，便一同朝着王彩霞看去。眼见几人都齐刷刷的看向他，王彩霞只得咬着牙狡辩道：“谁和你们处对象了？咱们只是朋友而已。你们这样空口白牙的败坏我的名声，难道是想逼死我不成？”朋友们，我倒不知道你王彩霞这么大方，普通朋友也可以拥抱打波了。谁跟你拥抱打波了？当然是你王彩霞和我们拥抱打波了。王家院子中的吵闹声很快就吸引了一群村民来围观。之前王老太还说自家姑娘相到一个好人家，这哪是一家啊，货比三家，都不是这么个比法。眼见如此情况，就连见多识广的媒婆也瞪大了眼，孙卫东的母亲更是面如锅底。亲家，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，我家彩霞不是那样的人。误会都说得这么清楚了，还有什么误会啊？娘，咱们走吧，丢死人了。呸！孙大哥，你听我解释。没什么可解释的，咱俩之间本来也没什么，要解释的话，还是和你那群相好的解释吧。孙卫东只觉得恶心至极，自己刚刚竟然还对这种女人上了心，幸好老天保佑，及时的让他看清了这个女人的真面目，不然娶妻不贤，那就是全家人的灾难。孙大哥，你们满意了，把我害成这个样子，你们开心了？开心？怎么会不开心呢？如果从今天开始，你能永远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那我会更开心。王彩霞，咱们两个完了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，这一年的感情就当是我错付了。王彩霞，你很好，竟然敢把我们当成傻子耍。建军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行，你解释吧，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？你相信我，这件事真的是个意外，我现在也是一时百口莫辩了。别再玩你那些小把戏了，我看一眼都觉得恶心。之前带你吃的那些东西就算了，但我送给你的物件，你要通通给我还回来，不然我就去告你。村民们看完这场大戏，一个个激动的不行，这也太刺激，太劲爆了！看什么看？你们这群人堵在寡妇家门口，还要脸不要了？要不要脸这个问题该问你家女儿啊，不行的话问问你家小儿子也行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我和国兴是领过证的，可不是没名没姓的乱搞。王老太本来就被村民们说得面红耳赤，此刻又听刘寡妇出来火上浇油，当即气不打一处来。你打一个给我看看，自己养出那样不知廉耻的女儿，还好意思来拿我撒气。王老太一时间只觉得胸口发闷，一口气没上来，就直挺挺的倒了下去。奶，吃药。王老太接过长生递来的药，看向长生的眼神也多了几分慈祥。
这个孙子刚刚出生的时候，他也是疼过爱过的，只不过孙子再重要，也没有他亲手拉扯大的儿子重要。儿子在外边，他的心自然也在那里。你自己出去玩吧。王老太躺在床上喝了2天的药，没有一丝好转不说，反而病情越发的严重。王家人连忙找来牛车，将王老太送到镇上，只留下长生在家看家。老太太得的是心脏病，而且还是很严重的那一种。我们这个小医院没法治，要治的话得去城里的大医院。我们治，你们去办下转院手续。你满意了？你这个扫把星，克了自己的爹娘，克了我家老大，现在又开始克我了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顾小翠想到老太太或许命不久矣，也没有开口辩驳，而是走到了一边，没有再搭理老太太。没过多久，王国兴与王彩霞有些心虚的走了进来。手续办好了吗？我们什么时候去市里？不去市里了，我们刚刚办理了出院手续，我们回家吧。回家？你这个没有良心的，你是不想救我了吗？娘，你怎么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啊？彩霞，我可是你妈，你可别像你那个没良心的二哥一样不管我呀。娘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和二哥怎么会不管你啊？咱们现在就回家，我和二哥好好孝顺你。可是不治了回家，我过几天就得去找你爸啊。治了也不一定能好，到最后还可能人财两空。王老太绝望地看着王家人，越看越是心寒。她这一辈子都在为儿女操劳，临了这些儿女竟然全都不管她。小翠，他们怎么说我不管，我就是要治病。你回去把家里的积蓄拿来，咱俩去市里。顾小翠闻言点了点头，也没有看王家兄妹一眼，抬脚便朝着病房外走去。大嫂，妈糊涂，你怎么也糊涂啊？刚刚离开医院的顾小翠就遇到了长生。长生，你怎么到这来了？谁带你来的？我自己来的。走吧，回家。你奶病得太严重，得回去拿钱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已经拿来了。娘，咱们俩走吧。走，咱们俩能走去哪里啊？这是家里的积蓄，现在你奶还在医院里等着我们，我们又怎么能一走了之呢？你放心吧，我奶她没病。看着面前镇定自若的儿子，顾小翠越发觉得疑惑。长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奶她没病，王国庆他也没失踪，他在城里又成了家，儿子都差不多和我一样大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听谁说的？自然是听我奶他们说的。每年他们假装出去找王国庆，实际上都是去城里跟王国庆团聚了。王国庆的那双皮鞋以及那个墨镜，王彩霞的头绳和布料，王老太太的耳坠子，全都是城里的王国庆夫妇给的。眼见顾小翠依旧陷入呆滞之中，长生一点一点的将真相说给她听。半晌之后，顾小翠的眼眶突然红了，随后大颗的眼泪夺眶而出。这么多年以来，她一直对王国庆的失踪心存愧疚，所以对王家人多多忍让，没想到换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不堪的真相。你听到王家人说那王国庆在哪吗？就在隔壁的连城，听说已经成为了城里人，有了好工作。那咱们就去连城看看吧。那这笔王家的积蓄呢？什么王家的？这都是我的。王国庆一失踪就是7、8年，整个家里上上下下全靠我一个人，我还要伺候他妈，照顾他的弟妹，家里吃的粮食哪一口不是我挣来的？既然他不拿我当妻子，王家人不拿我当儿媳，那这些就算是我的工钱了。长生在心里默默地给顾小翠点了个赞，随后母子2人向着通往连城的车站走去，将王家母子3人彻底的抛在了脑后。王家众人在医院中一直等到天黑，也没有看见顾小翠的身影。刘寡妇最先慌了，镇上离家虽然远，可也不至于这么久都没有回来啊！莫不是顾小翠带着家里的钱跑路了？不可能，你不了解顾小翠，她就是个老实人，怎么可能跑路呢？就是你当所有人都是你这样的人吗？那顾小翠可是我认下的儿媳妇，怎么可能丢下我不管？若是被你认下，就要过顾小翠那样的日子，那我宁愿你永远不认我。好了，他或许是被什么事耽搁了。再说天也黑了，路上不安全，他也许明天早上就来了。几人闻言也觉得王彩霞说的有道理，于是便在医院中安心的待了一晚。直到第2天下午还不见顾小翠的人影，王家人这才慌了。也就在这时，昨天的医生又走了进来。昨天的检查出错了，你娘不是心脏病，只是单纯的吃错了东西，打2针消炎药就可以出院了。听到大夫的话，王家3人面面相觑。你们这2个白眼狼，等回家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回到家的王老太急忙翻找自己的存款，结果却啥也没找到。没了，全没了，我的存款全没了。是不是大嫂和长生带着去医院了？我们可能错过了，再等等吧。大嫂在医院找不到我们，或许就回来了。王老太闻言，心中也安定了几分。也对，就算你们能做出这种事，顾小翠也不会。于是王家人又在惶恐不安中等了1天，却始终没有看到顾小翠的身影。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此时的顾小翠已经来到了王国庆的单位门口。你带孩子去你们科室吧，等下午再送到我这来，不然孩子一天都由你带，那也太辛苦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好好去上班吧。就在夫妻2人软语温存之时，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厉喝：“王国庆！”你是谁呀？凭什么动手打我老公？哼！打你老公？
我不光打你老公，我还打你呢。你到底是谁呀？凭什么无缘无故的动手打人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要报警。我是谁？你天天躺在我男人的身边，还有脸问我是谁？大姐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我一开始是不知道的，我也是被王国庆骗了。哦，一开始不知道，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听到顾小翠的询问，林美娟一时有些语塞，纳的不知如何开口。林美娟一开始跟王国庆谈恋爱的时候，确实不知道王国庆已经有了家室，在知道的时候已经舍不下王国庆了。妹子，姐相信你一开始被骗了，那这2个耳光就当是你识人不清的学费了。这个耳光才是打你恬不知耻，知道他有老婆还要凑上来。林美娟在这里被顾小翠狠狠的教育，心中不断的期盼王国庆能来救她。而不远处，王国庆正在被长生压在身下胖揍，看起来比他还要凄惨万分。闭嘴！大哥哥，你不要打我！傻孩子，说什么胡话呢？一家人不就是要整整齐齐的吗？门口的闹剧很快就吸引了一群人围观，单位的保安也迅速出动。平时看着王国庆人模人样的，没想到竟是个抛妻弃子的陈世美。就是想到和这种人一起上班，我都觉得恶心。那个林美娟也不是好东西，竟然勾搭有妇之夫，这不就是乱搞吗？也不知道林科长知不知道？那能不知道吗？这可是他的女儿女婿，真是恶心。听着周围不断传来的议论声，林美娟只觉得颜面扫地，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。王国庆也是浑身发冷，他知道今日顾小翠这一闹，他的前途算是全完了。你这个无知村妇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？我想干什么？你不知道我想干什么吗？眼见如此情况，王国庆只得从口袋中掏出几张零钱，又写下了一个旅店的地址，塞到了顾小翠的手中。别闹了，你先去这里等我，晚上下班了我再去找你。就在王国庆想把顾小翠打发走的时候，单位里边又走出了几个男人。我们是督察室的，先进去吧，领导在里面等着呢，有什么事进去再说。看到几人的一瞬间，王国庆就知道自己的工作今天没了。来到了领导办公室，看到了王国庆的顶头上司顾小翠，瞬间变换了面色，一副孤苦无依的模样，拉着长生便在领导面前哭诉了起来，仿佛要把这么多年受到的委屈全都哭出来一样。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王国庆脸上带着慌张，想要开口解释些什么，却不知如何下口，最终只能羞愧的点了点头。真是太不像话了，我们单位里怎么会有你这样人品败坏的人？大嫂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随后派人在附近开了一家好一点的招待所，让顾小翠母子先去休息。你们这属于严重的作风问题，需要单位开会决定怎么处置。你们2人先停职，回去等通知吧。孽障啊！我一生坦荡，唯一做得过火的事，就是将你这个女婿安排到自家单位。可没想到啊，老了却晚节不保，让人戳着后脊骨骂。我问你，今天那对母子真的是你老婆孩子吗？你在外边真的有老婆孩子了吗？爸妈，现在问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还是想想怎么解决吧。解决？好解决呀！离婚，马上给我离婚，现在就去给我离婚。爸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国庆他是我丈夫，是你们的女婿，这一点是不可能改变的。孽障，孽障啊！你是不是在结婚之前就知道他有老婆了？是又怎么了？他和那个女的又没领证，我们俩是领了证的夫妻，我才是国庆的老婆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是你和他离婚，二是你和他一起滚。走就走，我是不会跟国庆离婚的。林父就林美娟一个女儿，林美娟不相信父母会真的不管她。唉，老林，咱们就真的不管美娟了吗？管拿什么管呀？自作孽不可活，更何况现在的我，怕是连自己都管不了了。想到今天在单位里听到的那些话，林父叹息一声：家里还有多少积蓄？你去整理出来。还有2、3千吧，你要干嘛？都拿着，一会儿跟我去招待所里给王国庆的原配送去吧，也算是替女儿赎罪了。下午的时候，林家夫妻便来到了招待所道歉。小顾啊，是叔叔阿姨没有管好女儿，给你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，这些你拿着，算是叔叔阿姨对你的补偿。叔叔阿姨，你们的钱我不能收，我来找王国庆，想要的只是一个公道而已。第2日，单位领导的处罚便下来了，将王国庆与林美娟全都从单位里开除，并且以作风不良、毁坏单位名誉的理由，要求王国庆付了一笔赔偿金。这笔赔偿金由单位交到了顾小翠的手中，作为长生的抚养费。看着在单位门口哭哭啼啼的王国庆一家，顾小翠觉得心中的郁气都散了几分，于是便带着长生离开了连城，去往另一个城市重新开始生活。而林父自觉无脸面对同事，便主动向单位辞了职，随后又给林美娟打了个电话。可听着林美娟依旧死不悔改的语气，林父也没有多说，只是默默地挂了电话，和林母一起卖了家中的房产，搬回了乡下老家生活。王国庆与林美娟失业后，便待在家里，等待着林父先行服软。可等了几天也没有林父的消息，林美娟急了，去单位寻找父亲，却得知父亲早已辞职的消息。林美娟心下微慌，于是又匆匆赶回了娘家。到家才发现房子都被卖了，父母也早已搬走。一瞬间，林美娟觉得天都塌了。你见到爸了吗？爸怎么说？林美娟闻言看向王国庆，第一次觉得这个丈夫有些刺眼，也是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，因为自己的选择可能会失去什么。娘，你怎么来了？
国庆呀！王老太抓着王国庆的手臂，便开始哭诉起来。原来王家人等了一天一夜，却依旧不见顾小翠回家。王老太彻底慌了，沿着路找了好几趟，却始终没有找到顾小翠。没有办法，只好找来了村长。钱是在村里丢的，村长作为一村之长就得负责。会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？他们一个女人一个孩子，会不会被人拐走了？听了村长的话，王家人一时也有些犹豫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先报警吧。不行，不能报，万一把大儿子的事查出来了，可怎么办？娘，你糊涂了，为什么不报？就是不能报。王老太，你老实的告诉我，那笔钱是哪来的？是不是王国兴偷鸡摸狗弄来的？村长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啊？王国兴急切地看向王老太，可就算听到脏水泼到自家小儿子身上，王老太还是没有开口。见此情景，王国兴突然冷笑道：娘，你怎么能这么偏心啊？看着人朝我身上泼脏水，你也不反驳，我和大哥都是你的儿子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闭嘴！你是不是傻？在乱说什么？王国庆没失踪吗？村长看到王家人脸上的心虚，立刻明白了其中的门道。王国庆是不是在外当着陈世美？好，你们王家真是好样的！当初王国庆出去上课的时候，村里人还给他凑过学费，本想着村里出了个有出息的娃娃，也能帮衬邻里乡亲，可没想到竟然出了个陈世美，连自家老婆孩子都不要了。你们王家简直是从里到外都烂透了。村长，那我们家的钱呢？我们家的钱在村子里丢了，村子就得负责。王国兴，你少在我这耍这套混不吝！你家的钱我没看到，你爱找谁就找谁。这个村你们爱待就待，不爱待就趁早给我走。还有以后你们家的糟烂事也别找我上门了，路过你家门口我都嫌脏。回到家后的村长就收到了一张纸条，在咱家大门外的石头底下放着，估计是给你的。村长疑惑地打开看了看，发现是长生给他的留信，先写明了事情的前因后果，又写着他和顾小翠进城去找王国庆了，让村长爷爷不必担心。想到自家女儿被王国兴欺骗了感情，村长媳妇心中越发的生气。呸！真是一家子没一个好东西，我得去帮他们好好宣传宣传。在这偏僻落后的农村里，这样的剧情可是只能在戏台子上才能看到。不过短短一个下午，王家人的恶行便传遍了整个村子。为了保护村子的声誉，村民们自发开始了大扫除活动。一时间，王家的院子被人扔了无数的烂菜叶子、臭鸡蛋，吓得王家人连大门都不敢出。娘，不然咱们去投奔大哥吧，这个村里是没法待了。现在他们还是小打小闹，以后会越来越过分的。没有办法的王老太只能同意了这个提议，一家人收拾好行囊就往连城赶去。现在的王家也就刘寡妇身上还有些钱财，可刘寡妇就把钱把在手里，一路上颠沛流离，连瓶水都舍不得买给他们喝，就这样硬生生的扛到了连城。吃完饭赶紧让你家人走。他们才刚来，更何况你也听到了，他们在村里混不下去，这才来投奔我们。先让他们在这待几天再说吧。哼，待让他们待在哪啊？你别忘了，他们只是混不下去了，可咱俩都快活不下去了，哪还有钱养这些闲人啊？我告诉你，要么就让你家人滚，要么你就跟他们一起滚。林美娟刻意没有压低声音，尖酸刻薄的声音顺着门缝清晰地传到了王家每一个人的耳中。嫂子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这是我哥的家，我们想来就来，想住就住，你凭什么让我们滚？那顾小翠伺候了我们10年都没有怨言，而现在我们才来了1天，新嫂子就这副嘴脸。什么话？人话？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我叫你们吃完了就赶紧滚。林美娟这几日也算是经历了人生的低谷，哪还有心情与这群人虚与委蛇？嫂子是吧？小妹她也不是这个意思，村里我们实在是待不下去了，所以这才来投奔你们的。什么嫂子？你别叫我嫂子，你瞧着比我妈都老。听到这话，刘寡妇脸上的笑容一滞，但想到家里的处境，还是陪着笑脸说道：我们也不会在这吃白饭的。我听国兴说了，您和大哥都是有本事的，我们这次来就是希望大哥跟嫂子能帮我们安排个工作，等我们赚了钱，马上就会搬走的。哼，我们自己都失业了，还帮你们找工作，一个个长得丑，想得倒挺美。失业了？你们怎么会失业啊？自家儿子成为了公职人员，这是王老太最骄傲的事。虽然说不能和村里人炫耀，但王老太一直将这喜事埋在心里，日后就算到了九泉之下，她也是老王家的功臣。怎么会失业？这还是问问你的好儿子吧。随后王国庆将前因后果说了出来，在得知是顾小翠带着长生前来大闹，王老太恨得咬牙切齿。那顾小翠母子真是白眼狼，我们王家养了他们这么多年，他们竟然恩将仇报，把我们家害成这样。王老太在不悦，可眼下事情已经摆在这里，王国庆夫妻一向花钱大手大脚，家里根本没什么存款，若是找不到林家二老，他们下个月的房租都成问题，确实没有办法收留王家人。王家人没有办法，也只能背上还没有打开的行李，重新踏上了返乡的路。村民们刚赶走了王老太一家，还没来得及庆祝，结果王老太一家又回到了村里，这可把村民们气得不轻，正准备故技重施，结果王老太眼见大儿子的事败露，也没了顾忌，直接报了公安。一番调解下，还是让村民们老实了一段时间，给了王家人喘息之机。而此时的顾小翠已经带着长生在连城附近的蒲城定了居。在看到报纸上国家允许个体户经营的新闻时，顾小翠的心一下就活了起来。
2个月后，王国庆夫妻2人灰头土脸的回到了村里。国庆，你这次回来是来接远山的吗？你看孩子我给你养的好好的。美娟啊，上次妈语气重了些，不是故意骂你的，你就原谅妈一次。林美娟闻言木然的点了点头，也没有开口说什么。你们这是又找好工作了吗？以后在哪上班啊？还是在单位里吗？想到这些日子受到的白眼，王老太的声音越发急切。之前儿子出息的事他一直瞒着村里，可现在反正都说破了，一会儿他就去村头那里炫耀一圈，让那些说酸话的人嫉妒死。大哥大嫂，等你们走的时候，能不能带我去城里玩2天呀？我在村里都快憋死了。通过媒婆的渲染，现在10里8村的人都知道了他的臭名声，想要在家附近找个好人家简直是痴心妄想，所以王彩霞便将目标定到了城里。若是大哥大嫂辉煌了，自己没准可以通过他们直接嫁到城里，变成一个城里人，嘿嘿。看着一家子带着希望的目光，王国庆喉咙一阵干涩，最后只能沉声说道：不回去了。是不回连城了？就在咱们市吗？在咱们市也好，这样离得更近了。别说了，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工作，没有房子，没有钱，我们回不去了。怎么可能？你岳父呢？找不到，联系不上。王国庆怎么也没想到，林家人竟然那么狠心，连自己的亲闺女也不要。这段时间以来，他们为了找寻林家父母，整日东奔西走，却始终一无所获。2人也曾想凭借自己找份工作，可连城就这么大，2人的事迹只要一打听，都能打听得出来，所以找了许久，2人也没有找到合适的。2人也找到了过去的朋友，能借的都借了，最后在城里实在过不下去，这才灰溜溜的回到了村中。听到王国庆夫妇的话，王老太眼前一黑，跌倒在地上。都怪那个顾小翠，把我儿子的一辈子都毁了。从这以后，王老太只要一想到这件事，哭得连眼睛都快瞎了，整日闭门不出，坐在屋里咒骂。可骂着骂着，王老太骂的人便从顾小翠变成了林美娟。都怪这个林美娟，若不是她勾搭我儿子，我儿子学成归来后也能凭自己的能力找份好工作。顾小翠又踏实能干，大孙子又身体健康，一家人和和美美的，结果这一切都被林美娟给毁了。结果就是昔日打在顾小翠身上的棍棒，如今加倍的打在了林美娟的身上。曾经的林美娟十指不沾阳春水，不过来村里半月，先被王老太调教的手脚麻利，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上几分，后又被王彩霞处处针对。之前这个嫂子还能给她一些好东西，现在也没东西给她了，干活又不如顾小翠，王彩霞是怎么看她都觉得不顺眼。而王国庆与王国兴兄弟2人也开始了繁重的劳作。之前这些活全都是顾小翠干的，可眼下2个大男人就算干得精疲力尽，也不及顾小翠当初一个人。转眼到了9月开学之际，王老太在屋中思考了几天后，决定供王远山去读书。家里出了个读书人的好处，王老太已经体验过了。但这个决定遭到了王国兴夫妻以及王彩霞的反对，可王老太铁了心要供王远山读书，不管谁说都不好使。于是就在开学的前一天，王彩霞偷光了家里所有的钱，出去闯荡。顾小翠在得知允许私人经营后，在长生的提点下，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服装店。长生穿越多个世界，眼光独到，经常会给顾小翠出一些新的花样，做一些符合现在眼光的爆款。就这样，顾小翠的店面越开越大，人手也越来越多，很快便步入了正轨。在这样欣欣向荣的日子里，长生成功的初中毕了业，步入高中生活。这天，多年没动静的系统突然跳了出来，宿主王远山的肾病被检查出来了。哇，这倒是比原来的时间提前了，想来是在农村生活的缘故。那我不在，他还能配型成功吗？王国兴的配型成功了，哈哈哈！原剧情中就是这个小叔王国兴说自己的肾保不住了，需要原主捐献，结果现在没准真的保不住了。王国兴得知自己配型成功后，说什么也不同意捐献，哪怕王老太跪在他的面前，王国兴夫妇依然无动于衷。眼看着王国兴夫妇如此无情，林美娟咬牙纠结了半晌，最后还是从怀中拿出一个做工精美的镯子，对着刘寡妇说道：这金镯子是我家的传家宝，我结婚的时候我爸亲手交给我的，只要2弟愿意给我家远山捐肾，我愿意把这个金镯子作为报酬，而且还会让远山夫妻给2弟2弟妹养老送终。这金镯子看起来分量就不轻，应该值很多钱，而且我和2个儿子也断了关系，以后王远山若是给我和国兴养老，给一个肾也没事，反正给的又不是我的肾。看着刘寡妇眼中的异动，林美娟知道事情算是搞定了。果然第2天，王国兴夫妇便答应了给王远山捐肾，手术进行得很成功，王远山也渐渐地恢复了健康。就在王家人守在王远山病床前欣喜不已的时候，刘寡妇却一脚踢开了病房的门。你给我的金镯子掉色了，骗子！你们这些人都是骗子！刘寡妇在王远山的病房内大闹了一场，口口声声说王家人诈骗，甚至还要去报警。最后没有办法，王国庆只好写下了承诺书，承诺日后每个月给王国兴一定数额的钱财，这才让刘寡妇微微平息了怒火。于是已经年近半百的王国庆夫妇只好再次在城里找起了工作。这是一家全国连锁的服装公司，王国庆当了保安，林美娟当了保洁，公司福利待遇好，公吃公住，2人的日子还算安稳。直到这天有上层领导下来视察，领导好。呵呵，
还没等长生在办公室的座位上坐稳，公司领导的命令已经传达到王国庆的耳边，他被开除了。与王国庆一起失业的还有林美娟，夫妻二人直到被赶出了公司，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眼下工作泡汤了，王远山又即将出院，王家人商量了一下，最后还是只能回到村里。结果在出院前却意外得知，王彩霞因为傍大款让原配给打了，正在医院里住院。之后的王彩霞就迎来了王老太与两个儿媳无情的打骂。在医院里休养了几天过后，无处可去的王彩霞也恬不知耻地跟着王家人回了村里。之后的日子里，王国庆与林美娟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农活，每年挣来的钱几乎全都交到了王国兴的手里，自己家只能勉强混个温饱。而王国兴则因为失去了一颗肾，身体孱弱了不少，被刘寡妇哄得将手中的所有钱都交给他后，却发现刘寡妇用他的钱在外边养汉子，而自己每日都奔波在各种捉奸的路上。王彩霞的生活更是多姿多彩，多年的傍大款经验已经让她习惯了这种生活，回村后也死性不改，隔三差五便有婆娘找上门来将她暴打一顿。王老太都70、80岁，每天还要奔波于子孙的各种修罗场中，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会拿出一张老旧的全家福，想念曾经孝顺的大儿媳与大孙子。而顾小翠在长生的安排下，也遇到了自己的第二春，第2年就为长生生下个新弟弟。长生在这个世界一直等到送走了顾小翠，才选择了离开。系统，走吧，下个世界。都怪这个林美娟，若不是她勾搭我儿子学成归来后也能凭自己的能力找份好工作。顾小翠又踏实能干，大孙子又身体健康，一家人和和美美的，结果这一切都被林美娟给毁了。结果就是昔日打在顾小翠身上的棍棒，如今加倍的打在了林美娟的身上。曾经的林美娟十指不沾阳春水，不过来村里半月，先被王老太调教的手脚麻利，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上几分，后又被王彩霞处处针对。之前这个嫂子还能给她一些好东西，现在也没东西给她了，干活又不如顾小翠，王彩霞是怎么看她都觉得不顺眼。而王国庆与王国兴兄弟二人也开始了繁重的劳作。之前这些活全都是顾小翠干的，可眼下两个大男人就算干得精疲力尽，也不及顾小翠当初一个人。转眼到了9月开学之际，王老太在屋中思考了几天后，决定供王远山去读书。家里出了个读书人的好处，王老太已经体验过了，但这个决定遭到了王国兴夫妻以及王彩霞的反对。可王老太铁了心要供王远山读书，不管谁说都不好使。于是就在开学的前一天，王彩霞偷光了家里所有的钱，出去闯荡。顾小翠在得知允许私人经营后，在长生的提点下，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服装店。长生穿越多个世界，眼光独到，经常会给顾小翠出一些新的花样，做一些符合现在眼光的爆款。就这样，顾小翠的店面越开越大，人手也越来越多，很快便步入了正轨。在这样欣欣向荣的日子里，长生成功的初中毕了业，步入高中生活。这天，多年没动静的系统突然跳了出来，宿主王远山的肾病被检查出来了。哇，这倒是比原来的时间提前了，想来是在农村生活的缘故。那我不在，他还能配型成功吗？王国兴的配型成功了，哈哈哈！原剧情中就是这个小叔王国兴说自己的肾保不住了，需要原主捐献，结果现在没准真的保不住了。王国兴得知自己配型成功后，说什么也不同意捐献，哪怕王老太跪在他的面前，王国兴夫妇依然无动于衷。眼看着王国兴夫妇如此无情，林美娟咬牙纠结了半晌，最后还是从怀中拿出一个做工精美的镯子，对着刘寡妇说道：“这金镯子是我家的传家宝，我结婚的时候我爸亲手交给我的。只要二弟愿意给我家远山捐肾，我愿意把这个金镯子作为报酬，而且还会让远山夫妻给二弟二弟妹养老送终。”这金镯子看起来分量就不轻，应该值很多钱，而且我和2个儿子也断了关系，以后王远山若是给我和国兴养老，给一个肾也没事，反正给的又不是我的肾。看着刘寡妇眼中的异动，林美娟知道事情算是搞定了。果然第2天，王国兴夫妇便答应了给王远山捐肾，手术进行得很成功，王远山也渐渐地恢复了健康。就在王家人守在王远山病床前欣喜不已的时候，刘寡妇却一脚踢开了病房的门。你给我的金镯子掉色了，骗子！你们这些人都是骗子！刘寡妇在王远山的病房内大闹了一场，口口声声说王家人诈骗，甚至还要去报警。最后没有办法，王国庆只好写下了承诺书，承诺日后每个月给王国兴一定数额的钱财，这才让刘寡妇微微平息了怒火。于是已经年近半百的王国庆夫妇只好再次在城里找起了工作。这是一家全国连锁的服装公司，王国庆当了保安，林美娟当了保洁，公司福利待遇好，公吃公住，二人的日子还算安稳。直到这天有上层领导下来视察，领导好。呵呵，还没等长生在办公室的座位上坐稳，公司领导的命令已经传达到王国庆的耳边，他被开除了。与王国庆一起失业的还有林美娟，夫妻二人直到被赶出了公司，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眼下工作泡汤了，王远山又即将出院，王家人商量了一下，最后还是只能回到村里。结果在出院前却意外得知，王彩霞因为傍大款让原配给打了，正在医院里住院。之后的王彩霞就迎来了王老太与2个儿媳无情的打骂。在医院里休养了几天过后，无处可去的王彩霞也恬不知耻地跟着王家人回了村里。之后的日子里，
王国庆与林美娟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农活，每年挣来的钱几乎全都交到了王国兴的手里，自己家只能勉强混个温饱。而王国兴则因为失去了一颗肾，身体孱弱了不少，被刘寡妇哄得将手中的所有钱都交给他后，却发现刘寡妇用他的钱在外边养汉子，而自己每日都奔波在各种捉奸的路上。王彩霞的生活更是多姿多彩，多年的傍大款经验已经让她习惯了这种生活，回村后也死性不改，隔三差五便有婆娘找上门来将她暴打一顿。王老太都70、80岁，每天还要奔波于子孙的各种修罗场中，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会拿出一张老旧的全家福，想念曾经孝顺的大儿媳与大孙子。而顾小翠在长生的安排下，也遇到了自己的第二春，第2年就为长生生下个新弟弟。长生在这个世界一直等到送走了顾小翠，才选择了离开。系统，走吧，下个世界。